婆婆在儿媳面前的底气，不是手里有多少钱，而是这些东西。自古以来，婆媳关系就是女人生命中的一道坎。孔雀东南飞中，刘兰芝与焦仲卿因为焦母的阻挠被迫分离，悲剧收场。诗人陆游因为母亲的要求，不得不放弃心爱的表妹，但婆婆越是用强制手段，就越容易被儿媳记仇。等到真正养老的时候，就容易受儿媳的气。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婆婆能不能在儿媳面前有底气，主要是看以下3个方面：儿子孝顺、看重自己、尊重家人。然而除了这3样东西，婆婆在儿媳面前的底气还可以来自其他方面。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些因素，并详细阐述如何在家庭中建立和谐的婆媳关系。01儿子孝顺，德摩克利特说过，言辞是行动的影子。婆婆在家庭中的地位，往往能通过其他家庭成员的态度中看出端倪。家庭和顺，儿子有孝心，说明婆婆在用心经营家庭，所以大家互相尊重。与之相反，如果家庭遭遇坎坷，儿子不孝，就说明婆婆在家中没有话语权，生活没有底气。曾有部电视剧，儿媳和儿子结婚的时候，希望能生一个漂亮的孩子，于是儿子隐瞒了母亲长相丑陋的事实，从来不让媳妇和母亲见面。为了能照顾到孙子孙女，母亲不得不以保姆的身份入住儿子家中，十分卑微。如果连儿子都不愿意承认母亲的身份，儿媳自然也不可能把母亲放到重要的位置上。每天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婆婆自然不可能有底气。只有儿子也站在自己的身边，婆婆才有人撑腰，能够过上好日子。02看重自己，周国平说，自我是一个凝聚点，人只有有了自我意识，懂得看重自己的感受，才不会被他人轻易迷惑，成为别人的工具。微博上有一则新闻，全职妈妈每天操持家务，付出8个小时以上的辛勤劳动，可换来的却是儿子一句，你每天在家享福，有什么可辛苦的指责。当女人抛去自我，全身心的只为丈夫和孩子服务，就会在不自觉中被他们当作工具人，完全失去自我价值。只有当女人学会看重自己的价值，并不断为自己加码，才有可能掌握生命的底气。民国女商人董竹君也曾为爱情委曲求全，但这并没有给她的婚姻带来好结果。只有当她以自己的感受为重，创建出了自己的事业，生活才对她另眼相看。有自我，懂自我，才不会轻易被人牵着鼻子走。03尊重家人，中国有句老话叫媳妇终于熬成婆，仿佛在说所有女性的命运是一个轮回，从入门时作为儿媳被婆婆欺压，到最后成为婆婆，继续欺压新进门的媳妇儿。但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不尊重儿媳。当一个人不被尊重，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隔阂。回家的诱惑中，林品如的婆婆不满意林品如的家世，总是在生活中为难她，于是林品如在回来复仇的时候，恨不得把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全部反馈回去。有欺压的地方，就有反抗。作为婆婆，一味挖苦折磨儿媳，只会让儿媳对家庭关系越来越厌烦。唯有学会尊重，才能收获对方的感恩。爱默生说，交往是一种循环往复的游戏。婆婆对儿媳好一点，儿媳便对婆婆敬一分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如此。04经济独立，经济独立是一个人生活的基础，更是家庭地位的保障。婆婆如果能够在经济上独立，不依赖儿子和儿媳，就会在家庭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尊重。很多婆媳矛盾的根源在于经济问题，婆婆需要依赖儿子儿媳的经济支持，导致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下。如果婆婆能够有自己的收入来源，比如退休金、投资收益或者自己的小生意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更加自信，不用看儿媳的脸色行事。经济独立不仅意味着婆婆在家庭中的地位，更意味着她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时，拥有更多的选择和自由。经济独立的婆婆可以在需要时提供经济支持，帮助家庭渡过难关。
同时也能够在家庭中享有更多的尊重和话语权。05、情感支持。除了经济上的独立，情感上的支持也是婆婆在儿媳面前底气的重要来源。婆婆如果能够在家庭之外拥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和情感支持，比如朋友、兄弟姐妹或者兴趣小组，就能够在遇到家庭矛盾时有倾诉的对象和支持的力量。情感上的支持能够帮助婆婆保持心理上的健康和稳定，不会因为家庭矛盾而情绪失控。情感支持不仅来自于家庭成员，还可以来自于朋友和社区。一个有良好社交网络的婆婆，会在面对家庭问题时更加从容和有底气。她可以通过与朋友交流，获取不同的观点和建议，从而更好地处理家庭中的纷争。06、智慧和经验。婆婆在家庭中的智慧和经验，也是她在儿媳面前底气的重要来源。婆婆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，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智慧。如果婆婆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去处理家庭中的各种问题，帮助儿媳解决生活中的困难，就能够赢得儿媳的尊重和信任。婆婆的智慧和经验不仅仅是家庭生活中的宝贵财富，也是她在家庭中地位的重要保障。智慧和经验不仅体现在生活技能上，还体现在对人际关系的处理上。婆婆如果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，巧妙地处理家庭中的矛盾和冲突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树立起威信，赢得儿媳的尊重和信任。07、健康状况。健康是一个人生活质量的基础，也是家庭幸福的重要保障。婆婆如果能够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，不仅能够减轻家庭的负担，也能够在家庭中拥有更多的底气。健康的婆婆能够积极参与家庭生活，帮助儿媳照顾孩子，分担家务，成为家庭中的重要支柱。婆婆如果能够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拥有更多的底气和尊重。健康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健康，还包括心理健康。婆婆如果能够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，积极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，就能够在家庭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。心理健康的婆婆不会因为家庭中的小事而情绪失控，而是能够冷静理智地处理各种问题。08、沟通技巧。沟通是家庭关系的桥梁，良好的沟通技巧能够帮助婆婆在家庭中建立和谐的关系。婆婆如果能够学会倾听，理解儿媳的需求和感受，尊重儿媳的意见和选择，就能够在家庭中赢得儿媳的尊重和信任。沟通不仅仅是语言的交流，更是情感的传递。婆婆如果能够用心去沟通，用爱去交流，就能够在家庭中建立起牢固的情感纽带。沟通技巧不仅仅是语言表达的能力，还包括非语言的交流方式。婆婆如果能够通过肢体语言、表情和眼神等方式传递自己的关心和爱，就能够在家庭中建立起更加亲密的关系。良好的沟通技巧还包括解决冲突的能力。婆婆如果能够在家庭矛盾中保持冷静，运用有效的沟通技巧化解矛盾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树立起威信。09、宽容和理解。宽容和理解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基础。婆婆如果能够宽容儿媳的缺点和错误，理解儿媳的难处和压力，就能够在家庭中建立起和谐的关系。婆婆如果能够用宽容和理解去对待儿媳，就能够在家庭中赢得儿媳的尊重和感恩。宽容和理解不仅仅是家庭中的美德，更是婆婆在家庭中底气的重要来源。宽容和理解需要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。婆婆如果能够尊重儿媳的选择和生活方式，就能够在家庭中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。宽容和理解还需要时间的积累。婆婆如果能够在长期的相处中不断展示自己的宽容和理解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树立起威信，赢得儿媳的尊重。10、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。家庭中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观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基础。
婆婆如果能够和儿媳有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，比如对子女的教育、家庭的未来规划等，就能够在家庭中建立起牢固的合作关系。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不仅仅是家庭中的纽带，更是婆婆在家庭中底气的重要来源。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需要通过沟通和交流来建立。婆婆如果能够主动与儿媳交流，了解儿媳的想法和需求，就能够在家庭中建立起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。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还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来实现。婆婆如果能够在家庭生活中积极参与，共同努力实现家庭的目标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树立起威信，赢得儿媳的尊重。11、角色转换的智慧。婆媳关系中，婆婆需要具备角色转换的智慧。从一个母亲的角色转换到婆婆的角色，这需要一种智慧和觉悟。婆婆需要认识到，儿媳是家庭中的新成员，应该给予她足够的空间和尊重。婆婆如果能够在角色转换中做到游刃有余，不仅能够赢得儿媳的尊重，也能够在家庭中树立起威信。角色转换的智慧还体现在婆婆对家庭权力的适度放手上。婆婆如果能够适时放手，让儿媳在家庭中发挥主导作用，就能够在家庭中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。婆婆如果能够在家庭中适度退居幕后，给予儿媳更多的自主权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树立起威信，赢得儿媳的尊重。12、教育和文化背景的包容。婆媳关系中的冲突往往源于不同的教育和文化背景。婆婆如果能够包容和理解儿媳的教育和文化背景，就能够在家庭中建立起和谐的关系。婆婆如果能够尊重儿媳的教育方式和生活习惯，就能够在家庭中赢得儿媳的尊重和信任。教育和文化背景的包容需要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。婆婆如果能够尊重儿媳的教育方式和生活习惯，就能够在家庭中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。教育和文化背景的包容还需要通过沟通和交流来实现。婆婆如果能够主动与儿媳交流，了解儿媳的教育方式和生活习惯，就能够在家庭中建立起和谐的关系。13、家庭中的领导力。婆婆在家庭中需要具备一定的领导力。家庭中的领导力不仅体现在对家庭事务的管理上，还体现在对家庭成员的关心和照顾上。婆婆如果能够在家庭中发挥领导作用，带领家庭成员共同努力实现家庭的目标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树立起威信，赢得儿媳的尊重。家庭中的领导力还体现在对家庭成员的关心和照顾上。婆婆如果能够在家庭中关心和照顾儿媳，帮助儿媳解决生活中的困难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树立起威信，赢得儿媳的尊重。家庭中的领导力还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来实现。婆婆如果能够在家庭生活中积极参与，共同努力实现家庭的目标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树立起威信，赢得儿媳的尊重。14、对家庭事务的积极参与。婆婆在家庭中需要积极参与家庭事务。婆婆如果能够在家庭事务中积极参与，帮助儿媳分担家务，照顾孩子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树立起威信，赢得儿媳的尊重。婆婆如果能够在家庭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树立起威信，赢得儿媳的尊重。积极参与家庭事务不仅仅是帮助儿媳分担家务，还包括对家庭事务的管理和决策。婆婆如果能够在家庭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，帮助家庭成员共同努力实现家庭的目标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树立起威信，赢得儿媳的尊重。积极参与家庭事务还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来实现。婆婆如果能够在家庭生活中积极参与，共同努力实现家庭的目标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树立起威信，赢得儿媳的尊重。15、对家庭成员的关心和支持。婆婆在家庭中需要关心和支持家庭成员。婆婆如果能够在家庭中关心和支持家庭成员，帮助家庭成员解决生活中的困难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树立起威信，
赢得儿媳的尊重。婆婆如果能够在家庭中关心和支持家庭成员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树立起威信，赢得儿媳的尊重。关心和支持家庭成员不仅仅是对儿媳的关心和支持，还包括对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关心和支持。婆婆如果能够在家庭中关心和支持家庭成员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树立起威信，赢得儿媳的尊重。关心和支持家庭成员还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来实现。婆婆如果能够在家庭生活中积极参与，共同努力实现家庭的目标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树立起威信，赢得儿媳的尊重。16. 对家庭中的冲突和矛盾的处理。婆婆在家庭中需要具备处理冲突和矛盾的能力。家庭中的冲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。婆婆如果能够在家庭中处理冲突和矛盾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树立起威信，赢得儿媳的尊重。婆婆如果能够在家庭中处理冲突和矛盾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树立起威信，赢得儿媳的尊重。处理冲突和矛盾需要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。婆婆如果能够尊重儿媳的意见和选择，就能够在家庭中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。处理冲突和矛盾还需要通过沟通和交流来实现。婆婆如果能够主动与儿媳交流，了解儿媳的想法和需求，就能够在家庭中建立起和谐的关系。17. 对家庭中的传统和习俗的尊重。婆婆在家庭中需要尊重家庭中的传统和习俗。家庭中的传统和习俗是家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婆婆如果能够在家庭中尊重家庭中的传统和习俗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树立起威信，赢得儿媳的尊重。婆婆如果能够在家庭中尊重家庭中的传统和习俗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树立起威信，赢得儿媳的尊重。尊重家庭中的传统和习俗需要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。婆婆如果能够尊重儿媳的意见和选择，就能够在家庭中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。尊重家庭中的传统和习俗还需要通过沟通和交流来实现。婆婆如果能够主动与儿媳交流，了解儿媳的想法和需求，就能够在家庭中建立起和谐的关系。结语：婆婆在儿媳面前的底气不仅仅来自于儿子的孝顺、自我的觉醒和对他人的尊重，还可以来自经济独立、情感支持、智慧和经验、健康状况、沟通技巧、宽容和理解，以及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。婆媳关系的和谐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。婆婆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不断提升自己，就能够在家庭中拥有更多的底气，建立起和谐的婆媳关系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一种循环往复的游戏，婆婆对儿媳好一点，儿媳便对婆婆敬一分。只有在家庭中建立起相互尊重、相互理解的关系，才能够让家庭更加和谐幸福。婆婆在家庭中需要具备角色转换的智慧，包容和理解不同的教育和文化背景，发挥家庭中的领导力，积极参与家庭事务，关心和支持家庭成员，处理家庭中的冲突和矛盾，尊重家庭中的传统和习俗。只有在这些方面不断提升自己，